这是贾伟，手握国内多个设计奖的老江湖。在他看来，一切都可以设计设计。我是陈斌，贾伟的老搭档，有时也是对手。在文化创意设计领域，贾伟像谋士，而我更像冒险家。设计使我们的生活多元又新奇，可是新奇的生活又让我们缺失了内在的趣味，那种属于中国的风雅而逸趣的心境。为此，我们决定去古人中追寻这种雅趣。为什么中国人会喜欢这样的东西？西方人看它美嘛，瘦周露透，怎么理解这个美学的概念？做这么一件需要多长时间？至少20天。第二天早上必须要这么办。现在有年轻人愿意学这些。你的灵感一般从哪来的？文玩，怎么来理解这个玩呢？为了找寻雅趣，我和贾伟来到古代文人的中心苏州。如今这里科技与人文，现代化与古典性融为一体，相得益彰，让我们不知从何处入手。善于调研行动的我，来到苏州古城中心的庆元坊。这柿子真的好看。根据可靠消息，在这座隐于市井的庭院里，隐藏着一位懂得雅趣的指路人。哎，请进。您好，是夏老师吧？我是设计师陈斌。哎，你好，你好。听风读画。听风读画。我们这个院子最早叫听风山馆，这个砖雕门楼上面写一点励志的东西啊，家训啊，追求的一种生活的境界，不是彰显给外人看的，对自我的自省。对。夏回是一位当代国画家，他所在的庭院是清代苏州知府的故居。有很多古代文人都曾在这里读书生活，而今这座小而精致的古代的书斋庭院成为了苏州国画院。在这里，画家们似乎可以得到某种神秘的创作灵感。比较主要的一个院子在这儿，虽然这个地方不大，就是一眼望不到底，不同的视角，景致也不一样，它处处有景啊。苏州的那个园林建筑围墙都特别高，像我们这个地方其实是古城区的市中心，非常热闹的地方。江南的一个园林文化，表面的呈现可能就是风花雪月，非常雅，它的内涵反而是一种抵抗，高强，屏蔽掉那些世俗的东西啊，不是一种趣味的一些东西啊，它也不跟你辩论，更多的是这种拒绝嘛。这个园林的一个文化背景，或者说一个哲学观念，就是这样。所以在闹市当中寻求一个雅境，城市山林嘛，就是。城市山林，这确实修得好高啊。对。这柿子真的好看。下雪的时候，它那个叶子全掉了，枝子还挂在上面。哦，那好有意境，非常好看。这种声音啊，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啊，偶然掉下了一个桂花，
所以它调动了很多这种的五感，就是对自然的一种体验。对，它就是中国山水画说的那个卧游嘛，不出门可以游历名刹大川。等于在家里面做成了这样一个意象的东西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精致的空间里面创作，是不是会迸发很多很多的灵感？那当然，因为尤其我们是偏重于传统中国画的研究创作的，我觉得在这个院子里面，传统的东西就触手可及，你生活当中随处可见。是。古代文人在庭院中留下的雅趣，正是触发灵感的源泉。他们将自己的兴趣爱好以充满智慧的方式注入周遭环境与生活，使当代的文人们依然能够从这些古老的设计中得到很多创作灵感。虽然现代人常常提及雅趣，在这座百年庭院里，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这种文化传承。但如何将这种风雅的意趣注入到我们的设计中，我还需要更多感受。我把自己的收获告知了贾伟，希望他能有所发现。和我从古代文人的生活空间感受雅趣不同，贾伟另辟蹊径，想从古代文人的物品入手。做的挺精致的。笔墨纸砚是中国古人使用的创作工具，它们被称为文房四宝，更多凝聚了古人雅趣。为此，贾伟特意邀请了对古人创作有深刻体验的西川老师，一同参观苏州博物馆的文房特展。是啊，老师。哎，您好。哎，您好，您好。这真美啊！这块这个设计是贝聿铭设计的啊。这个还是比较有特点的。对，贝聿铭的这个设计有一个优点，就是它不是对于东方的一个符号的一个简单的使用，但是它这个味道，却又不是一个西方的味道。哇，你看这个做的，都是文房里把玩的东西。你们设计这个吗？设计，我们设计扇子。这是砚台，对，印章，大方印，看不到这个印纹，所以不知道它这上面怎么刻的。皇家的印和文人的印应该风格是很不一样的。对，皇上用的印叫玺。老百姓用的印可以叫印，可以叫章。过去皇帝用的这个玺材质就是玉，到清代材质就多了，有玉、玛瑙、黄金，甚至有檀香木。那么清朝最有名的皇帝乾隆皇帝，故宫里存着他很有名的一方玉玺，上面刻的自强不息，它是来自于《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琴棋书画诗酒茶乐被称为古人的八大雅趣，也被称为文房器玩。从园林居所到一支毛笔，古代文人从创作到生活，处处透露出风雅意趣。但是为什么现在的大部分设计却没有了这种灵性呢？
这个就是清代后来灭亡以后，宫廷造办处的那些人，好像就全也都散到民间去了。对，最后慢慢的这些东西就都消失了。哇，槟榔木雕的。你们现在做这个设计，这个具体动手做是什么人在做呀？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3D 打印了。3D 打印，对，我知道，我们都是电脑建完模之后3D 打印，更多的是批量化的，很少做这种单件的。这些东西就是你扫进去以后都能打出来。你能想出来，它就能给你打出来，比以前要先进多了。但是它跟原来的手工的那个有什么区别呢？那肯定是有区别的哦因为手工做的速度太慢了，所以现在基本上也手工做，也有手工设计师也手工做，但是我们更鼓励3D 打印。你比方说，我晚上8点做出来，我就8一点，第2天早上它就在哪儿了。这个东西这得雕上1年半载，这都3D 打印2、3小时就出来了，设计出来立马就用3D 打印，你设计成啥就给你打成啥，一点都不会差。我这个鞋是3D 打印出来的啊！我有点晕了，你把我带入一个科幻世界了。这些东西其实更多的是情感的注入，这样匠心精神嘛。对。中国古人在器物上花的功夫叫做不惜工本。他要雕刻一个东西，费的那个功夫是现代人不能想象的，因为没有电。咱们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传说和氏璧，价值15座城池。它为什么这么值钱？就是耗的这个时间是无法计算的。与西川老师关于工匠精神的讨论，使我们意识到，现代人对效率的追求，让我们难以去感受和体会雅趣。我和嘉伟决定设计一款可以摆放在办公桌上的现代文房创意产品，让人们可以和雅趣更亲近。为此，我想知道过去的工匠们如何在一木一石中也可以发现雅趣，并把它们表现出来的呢？像这些假山堆造的，我看也很讲究啊，很讲究。你要会看懂的每一块石头的势态嘛，这块势态接着这块势态，对你不能往上堆啊，是就没有气脉的就。自然的石头跟中国绘画里面这种写意画的笔墨的趣味是非常相同。是第一笔的气势决定了第二笔，它不是笔笔生发嘛。那对于做假山的匠人，实际上在美学的这个层面，还是有很高的这种鉴赏力。首先，他是一个工匠，能干那个活，知道那些技术上的那些东西。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所有的园林都是文人参与的，他是主人嘛。因为是文人参与，他就不是简单的一个造房子。文人在审美上、趣味上，他会跟你交流嘛，对吧？是。最后工匠他也变成一个审美趣味很高的人。对。这个是我们那个裱画师傅这是3分画7分裱啊。对。那像这个装裱，现在有年轻的人愿意学这个？有。现在苏州传统工艺非常发达，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那些人都到苏州来拜那些传统工艺的人为师学做扇子的、做玉雕的都有。那太好了。很多新的东西反而是他们这一代人做出来的。古代文人的创作空间和用品都离不开工匠，他们在文化的启发下进行有灵性的创作。我们邀请西川老师来到夏回老师的画院，听他们聊一聊雅趣与苏作。你刚才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就是士子这个阶层对于俗的抵抗也好，反对也好。从苏东坡就有一个说法，叫做人瘦犹可肥，世俗不可医。因为过去人觉得胖挺好的，所以你瘦的话还是能胖起来的。这个士子他要是俗了，那就是没法救。还有就是宁可食无肉，
不可居无竹啊，对，吧竹子，这种君子的趣味、世子的趣味，直接反映在一个石头、凳子木化，把它木化。一个表面的风花雪月，这个也是文化，而且更深的文化。刚才你说那个藏起来，心态、文化心态有意思。哎，江南这边真是太重要了，对中国文化。所以过去的很多趣味在很快的往回来，就是对这个回潮。这2年很厉害，这两年就是你比如说苏州的手艺人，苏州的手艺特别发达，在明代就是应该世界上就最牛，是引领时尚的，就是以前手艺人就是社会地位不高嘛，那现在苏州的手艺人很牛啊，地位非常高。苏州现在当下的手艺人特别传承的好，而且呢又有创新。过去有一句话叫做“良才虽及京师，工巧则推苏郡”。苏郡指的就是苏州，苏州的工匠做出来的东西叫苏作，精雕细刻，讲究，非常有名。故宫大殿里边铺地的那个砖，那个就是金砖，是苏州造的。整个的这个过程720天左右，不计工本，不计时间造这个金砖，慢工出细活。作为当代的工匠，我们意识到，这次灵感之旅必须要向苏作大师取经。就这么高转速，不会把手伤了吗？经常会，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次的取经任务还是交给了嘉伟，他将拜访一位当代能工巧匠玉雕大师杨希，向他学习如何把传统元素融入到现代设计创作当中。像做这么一件需要多长时间？细部扫的话，至少20天。以前我们叫因材施艺。你从料开始想，对，但是现在很多创作的，我在慢慢改变这个思维。先用设计稿，再去反向寻料。这都是你的作品。对，我的题材比较多样化，而且表现的方式也是多样化。我看您的风格是不是具象的和抽象的相结合？这个系列我是比较抽象，我就表现它的那种远山连绵，然后它有一点层次，就是表达那种意境之美。意境之美，对了。现在我们做玉雕其实是增加一些设计感，就是说以平面设计的这些元素，我们打破重建。然后太湖石属于庭院里常见的，包括这个鱼，把这个几个元素叠加重组，这个平面又变成是鱼池的那种水面，然后这个又是一个围墙，然后太湖石呢又在这个院子里能看到的这种，把3维空间平面化了。对。那你在整个这个过程中怎么突破的呢？我记得是2002年。主要是因为有一块材料，有的地方深一点，有的地方浅一点，我觉得可以表现我们写意的水墨的这种表现手法。那我就做了一个钟馗除妖，把那个鬼做成是虚的，有一半写实，一半就慢慢就淡化，就像电影里慢慢从一股烟慢慢形成了一个小鬼。从这一件开始，就引申了我后面做一种虚跟实的结合。我理解就是它有材料的原因，也有创作本身的原因。对，首先是材料给我一个启发，然后又联想到了中国的写意画，做了一个千手观音。非常棒，非常棒，这个就是典型的虚实结合了。对，我们探索的是新题材。那么其实这一件也是一样，虽然是一块黑料、青料，但是呢，整体呢，我觉得它有艺术感，然后又像一坨面。我在揉面的时候，可能就有我的掌纹、指纹在上面。那我就想到，这个可以做一个手印。其实它没有太多的雕工，只是我按上了我的指纹、掌纹，然后写上了我的签名。但是包含了我一辈子都要把玉雕做下去，或者好好的把玉雕发挥出来，就是对玉的一种承诺。你的灵感一般从哪儿来的？
因为这10多年你其实一直在探索新的灵感和新的创作方式。其实灵感是来自于各个方面。我出去有时候跟我太太去逛马路或者逛商场，那你就得看它的橱窗布置。还有一些就是你去看到一些扎哈的一些建筑啊，它有一些流线的东西，这个可以转换成一个玉雕，然后我就把它拿过来自己再设计。明白，明白。所以说要抓住很多你平时很多人不介意的东西。如果说雅趣是中国设计的零星密码，那么它就隐藏在这些文化物品之中。这种传承既通过科举这种形式在文人中延续，也通过工匠在手艺中继承，更应该通过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延续在种种细节里。这种文化的传承不是一种规范，而是一种思考和向往。这些文化元素呢，从古传到今，它依然是美的，它依然是我们的精神寄托。古人以物为量，以物传情，是为了让我们生活的更加的美好，产生情感的共鸣。如果我们可以将它渗入到生活，那么柴米油盐酱醋茶也会风雅而逸去吧。最终，我和贾伟决定借用《高山流水》这首古筝的曲名，设计一款结合假山、气象、流水意境的现代文房香薰摆件，让现代人足不出户也可以感受古人游历山川的心情，让雅趣成为我们内心的创造力。请记得在影片下方帮我们留言、按赞、分享，请记得订阅频道。